我的婆婆温迪来了一趟中国，进货1箱子小商品回去卖，本来想靠这个发家，结果砸得一塌糊涂。第一个出问题的就是大金表，当时温迪在成都荷花石批发市场一口气批了4块大金表，一共80。他当时放的话，今天批发小癫狂，明天北美3套房。结果回加拿大，温迪就把他老板的儿子叫到家里来推销，说什么这是代工厂大牌同款、联名款、限量款，批发市场学的销售话术全学会了。结果老板家少爷拿着表鼓捣3分钟说：“你可拉倒吧，这表2月份还有31号呢，2月份还有31号呢。”这波表砸手里了，又卖上旅游纪念品了。上个月去雍和宫，一人可以免费拿1把香，温迪来回走了3趟，拿了3把，甚至把载奥达的香也骗走了，带回了加拿大。回去就开始琢磨怎么把这个香卖出去，一根一根卖，薄利多销。结果呢，这加拿大人也不知道买回去干啥用的，这玩意儿不买。温迪也挺拼，告人家这个叫 Chinese candle， 哎，你可以把它当成生日蜡烛，冲着它许出来的愿比洋蜡还要灵。结果正赶上尼寇的老姑奶10年了，第一次拜访他家，正赶上人83岁生日，温迪现场交给老太太拿香过生日。一方面是说清一清库存，另一方面就是给潜在用户打个样，把好评传出去。生日这就过上了，到了大寿的关键时刻，点蜡烛，蜡烛都折了。温迪说折就对了，这样更环保。这个香什么特点？就是你说它代表1岁，哎，可以；你想让它代表更多岁也可以。你看看现在1岁，看，哎，变2岁了；2岁，哎，变4岁了。岁数随便掰，寿命 DIY。结果把蛋糕推上的时候，生日歌一起，屋里灯一关，黢黑一片，几个小亮点要灭不灭，忽明忽暗。这83高寿过的那叫一个风烛残年呢，风烛残年呢。温迪依然坚持，他虽然没有点亮房间，但他点亮的是梦想。然后大伙就吹这个 Chinese candle，他点不亮，他吹不灭，越吹越旺，越吹越红。而且这蜡烛量大呀，一蛋糕跟插秧似的。老太太吹蜡烛的时候还83呢，一炷香的功夫吹完84了，再吹，这有可能就人生最后一个蛋糕了。人生最后一个蛋糕。温迪挺苦恼，我说温迪你先别急，你带的东西它不好卖，你下次带点美妆护肤类的，带点我老用的国货珀莱雅红宝石面霜3.0，他家口碑特别好，用的还是淡纹更快的环肽，我用的这是清润版，水水润润的很温和，这胶原一冲上，脸可不就看着饱满年轻吗？最后一个翻车的是温迪卖的搓澡巾，温迪卖搓澡巾前期销售还是成功的，因为有需求，成功卖出去好几个。温迪都飘了，说未来的加拿大人手1块搓澡巾，加拿大就是金国，他就是金国英语，金国英语。但售后出了问题，他光告人家往死搓，就使劲往死搓，然后皮肤就焕然新生。但他没跟人说得先沾湿，对方那也挺要强啊，回家那真往死搓，滴水未沾，汗搓，皮肤没有新生，皮肤牺牲，搓没了。人家现在要求索赔，一共买了他仨搓澡巾，现在要斤斤计较，斤斤计较。我婆婆回加拿大临走的头一天晚上，高低要搓澡，不搓不行。我发现这外国人被汉化，往往都是一个不经意间就完成了。温迪他们要走了，这是温迪第3次来中国，第3次走。临走之前呢，提出了几个未完成的心愿，希望我能替他完成。都有啥呢？第一个就是搓澡。温迪第1次来的时候，听到搓澡这个概念，吓得直哆嗦，他拒绝的很彻底。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是我不脏。温迪第2次来开始动摇，为了壮胆干了1瓶啤酒，最后决定穿着泳装进去搓了个澡。给温迪搓澡的那位搓澡大姐穿了一双红色雨靴和一套红色内衣，给温迪搓服了。她是温迪心中古中国掌管洁净的女神，温迪记住了她。然后这次温迪来第1天就跟我说，我觉得我在加拿大这半年活得特别脏，这半年里每周我都试着搓一次自己，还让布莱恩进来给我搓，但是一切都不对，我需要那个穿着红雨靴的掌管洁净的女神。但搓澡这个事儿呢，我就一直懒得给它实现，我给忘了。铁岭的最后一天，温迪看我不在，自己带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一个同事去找到了红雨靴，高低搓了一个澡，然后在2楼休息区把门票钱吃回来3倍，最后才满足离开，说自己争取半年内再回来还愿。姐姐，你让那个叔叔给豆牛奶了吗？奶奶说太贵了，我们没有加牛奶。那撒完了呢？你下次找我给奶奶。OK。他们在里边搓奶浴，我在家也得修护一下我自己。这几天被他们摧残的，我人都憔悴了。还好我有欧诗漫真白银美白套装，里面有从珍珠中提取的美白精华，能改善皮肤变黑，高效美白，不容易反黑，还有很多舒缓成分，上脸不刺激，贼舒服。温迪临走还有个心愿，就是求我带他多吃几顿中国方便面，一定要加火腿肠。他说方便面这个东西，全世界中国无敌，就中国最好吃，甚至同样品牌的方便面在加拿大买回来都不是一个味儿。温迪第1次来中国啥也不吃，每天就找薯片、冰淇淋和快餐充饥。第2次来开始爱上中国美食，但其实还是老外喜欢的那些，什么扬州炒饭、牛肉炒面、饺子啥的。但这次来就痴迷于方便面配2块钱一根的火腿肠，还必须是2块钱的那种肠，贵的不行。哎，他们娘仨都是到哪儿就要方便面加火腿肠，痴迷到啥程度呢？最后我们回北京是从铁岭开车回的北京，那高速上每一个服务站人都太多了。我说那这咋整？要是饿就只能在超市买吃的了，给温迪乐坏了。他把方便面记成了方便面，他说这下
我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随地方便便了，随地方便便了。回到北京，温迪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走了，最后一个愿望就是临走一定要让他接一次张大铁从幼儿园放学。然后温迪就在幼儿园门口和别的孩子的姥姥奶奶一起等孩子们放学。然后晚上咱也不知道张大铁咋想的，突然间就来我屋跟我唠嗑来了。妈妈，为什么我的奶奶和别的奶奶长得不一样？因为你的奶奶是老外呀，那她肯定不一样啊。家怎么这么多外国人呀？这么多外国人呀！我出差，俺家阿姨腰伤请假了，大胖媳妇带了3天孩子，你们根本想象不到她是怎么带孩子的，你们更想象不到张大铁是怎么反制他爹的。首先，他爱睡懒觉，他为了能多睡一会儿觉，告诉俩孩子，小奥达拿铁，咱们玩一个游戏，叫做买卖，看谁能当老板。小奥达呢，你就开个早餐店，最好再开个英语补课班。那张大铁开啥呢？大胖媳妇就想，正好前天我们刚又去了一趟澡堂子，也就是张大铁这个硬汉不羁灵魂的归属地。从澡堂子回来之后，张大铁又天天在幼儿园找尽各种机会给他好哥们迪兰身上抹牛奶，给人家做奶搓。大胖媳妇说，我认为儿子你就应该开澡堂，张大铁你绝对可以。俩孩子问他爸，那这个叫做买卖的游戏它是啥规则呀？他爸说，就是把咱家当成一条商业街，你俩得拉人，人来了钱就来了，把客人留住，让他们消费，这是你们的通行货币。但是千万别叫醒我，因为我一醒，我的买卖一开张，谁家都得慌。我是那种垄断型的大老板。然后俩孩子起床就开始玩游戏呀，他太有心眼了，他不是告诉俩孩子要抢生意拉客人吗？但是俺家里也没别人啊，那就他俩互相抢。那翟耀达为了拉客，连狗都不放过。张大铁早饭也是拼桌吃的。开始吃吧，妈妈都快馋了。这给我吧，我要奶搓。这是我的饭店的，我也有店。然后铁哥的搓澡堂也开始拉客了。你看是你搓好的，这个就是这个样子。会比你好，会比你好。我们现在早上9点，这早太早了。啥时候的人说这？你先来我的英语补课班，我给你上英语课吧。我现在从小就学啥英语呀？学啥英语呀？我在出差熬夜，不敢看人家里监控，人都气老了。还好带着胶原冲光瓶，专研复配焕亮成分，搭配升级黑蜂修护科技，温和带走熬夜色沉，油皮也能干净透亮，维持饱满好状态。皮肤和生活一样，需要主动净化才能亮出无限风光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出来混都是要还的。哇，我是鱼尾，拿铁，你收澡吗？哇，你可以真会这个牛奶。